九妹说呢，女生的市场呢，取决于 gay 的市场，而且是要男的 gay 哦，不是女的 gay。那我希望加入九面的团队，然后带给他不一样 gay 的视野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爱的人不爱我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电视摇头花。今天是星期二，风雨欲来，明天杨柳台风就要来了，暴风雨的前夕，分外宁静。我这样到底有没有拍到广角啊？我在练背力，我的三轴稳定器呢，跟我的手机还有后镜头显示器呢，这样总共加起来呢，快要2-3公斤。乡下不需要健身房，我就拿这个当健身吧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呢，我要跟九妹呢毛遂自荐。虽然我学剪辑呢才学了2个月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优点，我有一个奇异点是别人比不上的，那就是我是一个老 gay。因为我不止一次在九妹的影片里呢，九妹说呢，女生的市场呢，取决于 gay 的市场，而且是要男的 gay 哦，不是女的 gay。我希望加入九面的团队，然后带给他不一样 gay 的视野。因为从我10几岁开始进入成长期呢，我要成为一个 gay， 经过了多少的挫折，gay 很难做，真的不要轻松做 gay。我穷尽了所有的力气，蛮荒之力，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好 gay。这个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。我在台北的 gay 圈呢，已经打滚了。我从19岁，我好像不需要一直晒太阳，因为我的主轴只是拍我在讲话。
我知道这样子可能有点在蹭九妹，就让我蹭一下呗。其实呢，我的电脑剪辑课呢，还剩4堂课，我其实有点不太想上了。然后说到电脑呢，因为九妹在去年呢说她已经改苹果电脑在剪辑，那我学的呢是 Windows，Window，就是 PC，不会差很多吧？我是这样想啊。这个履历投的有点失败。刚刚讲到电脑课，其实后来呢，我跟老师熟了以后呢，发现他在外面工作室也有在教课。各位听好了哦，他的课一堂是600块，然后呢，我透过电脑公司补习班的中介，然后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的教室呢上课，我的一堂课呢翻倍乘以3，1800，真是吓死我哎！然后他们办公室的那个电脑，他们那个教室里面的电脑，真的是在考验我的耐性哎！他们那个应该是有10年的历史了吧？1个小时一堂课1800，我用那么小的电脑荧幕，然后 PC，然后我上到一半呢，就越觉得越不对劲。后来呢，我就跟老师闲聊，才发现呢，原来他的收费并没有这么贵啊！难怪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，头上满是问号，怎么有可能一堂课1800，然后给我上那种鸟样？现在还剩4堂课，我有点不太想去上了。而且我最崩溃的应该是，我既然又在 YT 上呢，我竟然又出柜。虽然台湾现在呢婚姻合法化，虽然台湾现在呢婚姻合法化，但是呢，我用我的 gay 雷达呢，我觉得这个老师呢是100%的直男，你知道的，大家还是有所芥蒂，戒有所戒心的。回到九妹的履历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每次拍片呢，这都是无人的海滩。换言之呢，我就是在乡下喽。那如果九妹真的要用我又要去台北吗？因为我从十几岁青少年，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呢，我就只身去台北打拼了。
然后一直打拼，说打拼好像有点过分了，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成绩。那如果九妹给我工作，我要再去台北吗？忍受那种乌烟瘴气、车水马龙，然后很傲慢的台北人，说是在台北打拼，不如说是我玩了30-40年了。然后呢，十几年前我回到了乡下，再怎么样呢？中间有几次机会呢，我可以再去台北，再去试试看吗？我这个年纪好像也过了试试看的年纪。总言之，可以啦，我可以为九妹赴汤蹈火啦。如果他看中我的话，不是疯了吗？我是希望九妹，我很希望九妹看到这部影片，但又不希望她看到，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情。我要把我的镜头呢调到能看到后面的海，后面的海浪呢开始慢慢的变大了。我打算呢晚上到明天呢，还有到后天的凌晨呢，就在剪这一支片，也有可能会停电，因为我们乡下不像台北呢，它的全部的电缆、电路线都已经地下化，可是我们在乡下呢，我们还在用电线杆，所以呢，每次台风呢都会停电。上次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呢，我们家停电了3天3夜，不是嗨了3天3夜哦，是停了3天3夜。当然没有电就没有水，因为这两个后来是相接在一起的。那个真的不知道怎么活我知道这次台南也好多处都在，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当年呢，就5、6年前也是这种状况，来不及修，因为太多地方都是灾情，都停电停水。我是希望刚刚谈到那个九妹，希望有男同志的观众群，那就是女生。可是我现在经营这个频道，我就坦白讲，大部分还是男生都是男生在看我的影片。虽然我的影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我的 gay 的我 gay 的气质已经被消磨的有点消磨殆尽，我不够 C 的意思啊。我也不是装的，这是一种生存法则。因为在乡下地方呢，大家对这种性向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很陌生、害怕，然后很多人都欠缺 gay 雷达，他永远把你是不是 gay 的选项摆在最后一个。它不像在都市，像在台北呢，大家的 gay 雷达呢都开到100，所以咯，我是
当然啊，我的穿着、我的打扮、我的一些也有改变了。那时候为了打扮呢，我全部的费用都花在打扮上，一件2万多块的迪斯贵的皮背心，这谁会去买？当然只有 gay 会买啊。每次在这种我来这边拍呢，几乎都遇不到人。多年前呢，我拍了一部影片，那是没有经过剪辑的啦，就是乱来的。我的标题呢是疫情后的海边，也都是没有人。我还是晒一下太，我还是晒一下太阳给大家看吧。有阳光才有流量，不是吗？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显示器。刚刚有解释过呢，我为了成为一个 gay，耗尽我全身的力气，我不后悔啦。那时候呢，我记得我最风光的一幕呢，虽然我不想提当年有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。我觉得我在我心目中最风光的一幕，竟然是呢，我们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厅，塞了一两千人的舞厅，然后呢，那个已经是续托场了，然后呢，那已经是白天了，因为我们从昨天晚上一直玩到续托，再到另外一个舞厅的时候呢，竟然来了一场大临检，然后这个大临检呢，就来了很多波利斯大人嘛，然后呢，就把舞厅的灯呢全部打开，不是五彩的灯哦，是日光灯。然后呢，它灯一它不打开还好，它一打开呢，全场我最闪亮。我当年呢穿的 Display 的白色背心，这件白色背心很有名，它是在马丹娜的演唱会呢，在当年的马丹娜演唱会呢，包括马丹娜跟她的舞者都有穿同款的背心。这个背心上面呢都是碎钻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有铆钉，银色的铆钉。然后那个回到舞厅呢，他们把灯打开以后呢，全场我最 bling bling。然后呢，我只能说啦，我当时是很enjoy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当时也是嗨的不要不要的，嗨的不要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一脸的懵样，然后再配我全场最闪亮的衣服，我真的是 super star 欸。哦，那一幕真的是都过了20几年了，我还是
在梦中，也没那么夸张吧。反正就是那一幕呢，就烙印在我的心海里。再回到那一件display的皮背心，在台湾的夏天，然后在舞厅里面穿那一件皮背心也是很搞怪。我朋友那时候呢，都说我呢，送我3个字：性乖张。我就是一个怪咖。往事只能回味啊！谢谢九妹的收看，这是我的履历。我后面呢会配上很花俏的剪辑手法，希望九妹能青睐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